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启程对新西兰、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为期5天。这是中国外长时隔7年再次访问新澳两国，外界高度期待。17号，王毅抵达此访首站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新西兰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与王毅举行双边会晤，并设晚宴招待王毅。新西兰先驱报指出，这是最近7年来新西兰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最高级别接触，也是新一届新西兰联合政府去年底上台以来新中两国高层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新西兰媒体指出，彼得斯与王毅相识多年，王毅上一次访问新西兰还是在2017年，当时彼得斯就是该国外长。去年12月，彼得斯再次被任命为外长后，两人曾通过电话。一直以来，彼得斯都将新中关系定义为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王毅此访前夕，彼得斯也向当地媒体剧透称，双方将讨论在未来10年如何最好的合作，同时加深对各自立场的理解。彼得斯肯定新西兰和中国的贸易以及密切的人际、文化和商业联系为我们两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中新关系始终走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前列。2008年4月，两国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成为第一个与中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2022年4月，升级议定书生效，也是发达国家中最早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做出加入 CPTPP 的宣誓后，于2021年9月16号，由中国商务部向 CPTPP 保存方新西兰提交了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两国部长还举行了电话会议，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目前，中国是新西兰最大贸易伙伴，约占新西兰对外货物和服务出口的30%。2022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251.5亿美元。奶类制品和肉类是中国从新西兰主要进口货物，而主要出口商品则为服装和机电产品。根据自贸协定，今年1月1号起，新西兰所有奶类制品免税进入中国。And most economists look at the Chinese market medium to long term as having a good opportunity for New Zealand exporters. So I think for the New Zealand case, it's really a question of how New Zealand can add more value to the products which we sell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maintain that really good economic trading relationship. 但美国印太战略也对新西兰国内政治异常产生影响。据新西兰新闻编辑室网站报道，新西兰联合政府正在寻求加入美英澳奥库斯联盟的所谓第二支柱。根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美方曾提出奥库斯协议由2个支柱组成，第一支柱是为澳大利亚提供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第二支柱是推动先进能力技术项目，加快人工智能、量子先进网络能力、高超音速能力以及电子战等关键技术的协同发展，并将其应用于军事。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评论此事时指出，希望相关国家珍视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在相关问题上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新西兰媒体认为，两国外长这次将借面对面会晤的机会，深入讨论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包括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据悉，王毅将于20号抵达堪培拉，开启对澳大利亚的正式访问。期间将与澳外长黄英贤举行第7次澳中外交与战略对话。澳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中澳开展对话是有益的，他期待在堪培拉与王毅会面。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近日则形容，中澳关系已经趋于稳定，双方进行建设性对话至关重要。据悉，中澳外长将就领事事务、贸易障碍、预防冲突和地区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而中国会否取消对澳葡萄酒的双反关税，是澳大利亚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The wait may finally be over for Australia's multi-billion-dollar wine industry, with China likely to allow our reds and whites back onto their shelves in the coming weeks. It would be the largest indication trade with Beijing. It'd be great to have a market to sell all this wine in. We've overstocked in the last few years. 外界注意到，2022年5月，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就任以来，中澳双方循序渐进改善关系，不断释放善意。当年年底，澳外长黄英贤访华。去年11月，阿尔巴尼斯成功访华后，中方宣布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双反进口关税进行复审。就在最近，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商富益葡萄
萄酒集团透露，中方发布了一份取消对澳葡萄酒关税的临时提案，近3年来的高关税有望取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也在回应此事时表示，接下来商务部将在综合考虑各方评论意见基础上，依法按调查程序作出最终的复审裁决。在2018年到2022年莫里森政府期间，中澳关系陷入低谷，澳方当时激进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在多个领域损害中国利益，中方也采取多种措施维护自身权益。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甚至扬言称愿意付出对抗中国的经济成本，但澳大利亚商界却叫苦不迭，呼吁该国政府改善对华关系。在阿尔巴尼斯的努力下，截至目前，中方对澳大多数输华商品的贸易壁垒都已经取消，仅剩葡萄酒、龙虾和部分屠宰场的肉类仍未完全解除。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今年2月表示，将继续为此努力。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的数据，在俄总统选举统计完成的85%选票中，现任总统普京以87.19%的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实际已经赢得此次总统选举。普京18号凌晨在竞选总部发表讲话，感谢所有选民的支持。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 это довер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граждан страны и их надежда на то, что мы все сделаем так, как 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о. Хочу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всех вас и всех граждан страны за поддержку и это доверие.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普京表示，俄罗斯是一个大家庭，本次选举结果体现了选民的信任和期望，国家的所有任务都将完成，俄罗斯将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变得更坚实、更强大、更高效。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俄联邦共产党的哈里托诺夫得票率位居第2，俄新人党的达万科夫名列第3，俄自由民主党的斯卢茨基得票率第4。俄罗斯第8届总统选举正式投票于15号至17号完成。根据俄总统选举规则，在选举中获得50%以上选票者当选总统。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将不晚于3月28号确认此次总统选举结果，并在选举结果确认后3日内予以公布。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17号说，俄方邀请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1115名国际观察员监督投票，确保选举公正透明。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还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中，俄军在库皮扬斯克、顿涅茨克等方向击退乌军进攻。俄军在顿涅茨克南部方向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米尔诺耶定居点。俄防空部队等击落乌军168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表示，同一天，乌军对俄军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指挥所、防空系统等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呼吁俄方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停火，并表示准备与普京就缓和乌克兰局势进行讨论。据悉，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至8月11号举行。1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对此回应称，针对马克龙的提议，他也有一个提议，那就是法国应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时停止资助恐怖主义。扎哈罗娃还说，马克龙应当向中东地区冲突各方也提议在奥运会期间停火。马克龙15号在接受法国《巴黎人报》采访时表示，尽管他不希望，也不会采取主动，但法国仍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在乌克兰采取地面行动来对抗俄军。法国媒体报道说，马克龙并未放弃自己此前对乌克兰派兵的立场，而是强调在这一问题上西方不会采取主动。马克龙还多次强调，西方国家不应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引发欧美多国反对。俄罗斯方面也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搭乘专机抵达韩国，于今天上午出席在首尔举行的第3届民主峰会。这也是布林肯继去年11月后，时隔4个月再次访韩。分析人士指，这一由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实则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搞小圈子。随后，布林肯还将访问菲律宾。外界评论，在亚太搅局的意图太明显。 조태열 외교부 장관과 오참을 겸한 양자 회담을 진행합니다.
외교부는 두 사람이 자유, 인권, 법치 등 가치를 공유하는 양국 간 민주주의 협력과 또 한미 동맹 강화 방안, 한반도 지역과 글로벌 정세 등 공통된 관심사에 대해서 논의할 것이라고 밝혔습니다. 据韩国媒体报道，布林肯今天上午出席第3届民主峰会部长级会议，并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对列举行午餐会。预计布林肯还将拜会总统尹锡悦，并会见出席民主峰会的其他国家高层人士。据悉，布林肯在结束所有行程后，还将转赴下一站菲律宾。此前，美国国务院在发布民主峰会相关信息时称，美方认为韩国主办这次峰会是积极的一步。 我们非常自豪地将第3届峰会的领导权交给韩国。然而，韩国一些媒体认为，韩国举办民主峰会是充当美国的马前卒。韩国京乡新闻17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带有阵营对抗逻辑的所谓民主峰会，在全球范围内并无多少支持者，韩国却带头宣扬美国新冷战价值观。 韩民族和平研究所所长郑旭时15号在专栏文章中写道：“所谓民主峰会在设立之初就被拜登政府深深打上将世界秩序一分为二、互为对立的烙印。韩国政府直接套用拜登政府对国际格局的看法，并没有考虑这会对国家利益产生何种影响。” 事实上，美国举办前2次所谓民主峰会时，就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据了解，美国分别于2021年12月以视频方式，2023年3月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2次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尽管美国竭力推动，但此前2次峰会并未取得实际成果。第1届峰会在线上举行，事实上沦为一场幻灯片在线演示大会。 第2届峰会虽然口口声声聚焦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但美国却拿不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只能以大喊空泛口号收场。美国国内一些媒体也注意到，这一峰会名曰民主，却空走形式化。早在2021年第1届民主峰会举办前夕，《纽约时报》便刊文“美国失去民主的一天”讽刺，并指出，无论是年初的国会山骚乱，还是其他的一系列事件。 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全球的学者、外交家和活动家都会担心这个国家可能会分裂。有观察指，所谓民主峰会本身就不民主，其实质是按照美国标准给各国划线分类，反映的是美国一贯的双标和傲慢。美国企图利用民主峰会再做文章，挑动世界分裂对抗，如此行径有害且危险。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自身民主面临种种问题，根本无权对他国的民主状况说3道4。这样的峰会对各国的民主发展毫无意义。前2届民主峰会尴尬收场，美国再次打着民主旗号操办峰会。国际社会已看清美国将所谓美式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本质，以及假民主之名挑动分裂对抗、维护自身霸权的企图。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杰弗里·萨克斯指出，美国试图将世界划分为好人和坏人的做法非常虚伪。在当前最需要和平与合作的时候，这种做法只能在世界上产生破坏性影响。来关注美国大选。据多家外媒16号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一场活动中声称，如果他没有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美国将发生屠杀。 对此，拜登竞选团队批评特朗普这是在进行政治暴力威胁。Now, if I don't get elected, it's going to be a bloodbath for the whole. That's going to be the least of it. It's going to be a bloodbath for the country. That'll be the least of it. 特朗普当天来到俄亥俄州，为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伯尼·莫雷诺助选。汽车制造业是俄亥俄州的支柱产业。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到，中企计划将在墨西哥制造的汽车销往美国市场。如果他没有被选为美国总统，这个国家将面临一场屠杀。而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如果他当选，将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让中方无法在美国销售这些汽车。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利维特补充称，拜登的政策将给汽车行业和汽车工人带来一场经济屠杀。
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后，拜登竞选团队发言人詹姆斯·辛格发表声明称，这就是当年被700多万张选票差距击败的失败者特朗普。他没有吸引更广泛的主流受众，而是加倍威胁要使用政治暴力。辛格还再次提到2021年1月6号那一天，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制造了暴乱。辛格称，美国人民会在11月的选举中让特朗普再次落败，因为人们继续反对他的极端主义，他对暴力的热衷以及他对报复的渴望。That have either the direct or implicit tone of violence, right? January 6th, come down, it's going to be wild. Go up to Capitol and fight like hell. I mean, he says these things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he's actually used explicit violent language, tone of violence to it as well. The only way to take power would then be to use violence if there are no elections. Let's play the sound. Let's play the sound. Yeah, I was just going to say I want to play that sound from the speech on Saturday in Dayton. We could. 除了屠杀论引起舆论哗然，特朗普还在演讲中再次公然进行种族歧视，称移民有时候不是人。Years, if you call them people, I don't know if you call them people. In some cases, they're not people, in my opinion. But I'm not allowed to say that because the radical left says that's a terrible thing to say. 特朗普还说，在他上台后，第一个行动将是阻止移民入侵。华盛顿邮报提及，移民问题正在成为今年总统竞选中的一个爆炸性问题。上个月，特朗普和拜登曾在德克萨斯州边境城镇就最近非法移民激增的问题相互指责对方。特朗普批评拜登政府对移民问题应对不力，拜登则指责特朗普扼杀了一项旨在增加巡逻人员和拘捕能力的法案。特朗普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议性言论层出不穷。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将墨西哥移民称作强奸犯。去年10月，他指责移民毒害了国家的血液。这番言论被反对者质疑是认同希特勒的血液污染概念。特朗普还曾承诺，若当选，他将发起一项前所未有的军事驱逐行动。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3月16号晚，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晚宴活动，谈及11月美国大选时，现年81岁的拜登转守为攻，嘲笑现年77岁的特朗普年龄太大。拜登称，在2名已锁定党内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中，有一个太老了，精神上也难以适应总统这份工作，而另一个就是我。拜登还将记忆模糊、精神不济的标签甩给特朗普，说：“别告诉特朗普，他以为自己是在和奥巴马竞选总统，他就是这么说的。”不过，拜登很快严肃起来，强调特朗普不应重返白宫，否则将对民主构成真正的威胁。上周在3月12号赢得华盛顿州党内初选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获得超过1200张代表票，顺利锁定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在今年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正式提名。稍早前，在赢下佐治亚州民主党初选后，现任总统拜登也获得接近2000张代表票，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于今年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获得提名。81岁的现任总统拜登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而77岁的前任总统特朗普则面临91项重罪指控。这场大选对决看点颇多。美媒报道称，这是自1956年以来美国总统选举首次出现候选人重赛的情况，更是132年来美国前任总统首次再度对决4年前击败他的对手。英国路透社16号发布独家报道称，由特斯拉老板马斯克创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情报机构曾签署秘密合同，帮助美国建设一个由几百颗间谍卫星组成的网络。报道称，这表明 SpaceX 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步加深。这家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紧密合作关系已经不是秘密，但为什么爆料仍然在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呢？路透社的长篇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 ，SpaceX 旗下的星盾业务部门在2021年时与美国国家侦察局签署了一份18亿美元的合约，帮助美国国家侦察局发射数百颗间谍卫星，可以在低轨道上成群运行。这些卫星具有地球成像能力，跟踪地面目标，并与美国情报和军事官员分享数据。消息人士形容，这个强大的卫星网络将让所有人都无处遁形。
消息人士还透露，星盾的第一颗原型卫星于2020年发射，是价值约2亿美元的合同的一部分。而这份合同对于 SpaceX 获得随后的18亿美元合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星盾部门成立于2022年底，专门服务美国政府以及军事部门，使用比星链更高强度的加密功能，以确保数据安全，满足最严格的政府要求。公开资料显示，现阶段星盾主要开展3方面业务：一是实施对地遥感服务；2是实施快速传输遥感数据；3是利用星链卫星平台托管各种军用载荷。它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项目，而且这个项目本身对于美国现在跟以后的军事航空也好、军事航天也好，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信息化也好，那么可能它的意义是很大的。根据此前的公开报道 ，SpaceX 的星盾部门和美国国防部第一份正式合约签署于去年9月1号，最高价值7000万美元。如果路透社的报道属实，则将星盾业务线和五角大楼合作的时间线大大提前。1个月前，《华尔街日报》就曾爆料 ，SpaceX 的星盾部门同一家未知情报机构签订了合约，价值与路透社爆料的一样，为18亿美元，但并没有详细说明情报机构名称。这次被曝与星盾达成合作的美国国家侦察局是美国16个情报机构之一，隶属五角大楼，成立于1961年，专门负责为美国政府设计、组装并发射侦察卫星，并协调、收集和分析从中央情报局以及军事机构的航天飞机、卫星收集到的情报。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太空新闻网站曾在2019年2月报道称，美国空军向洛马公司和波音公司合资组建的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以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授予价值7.39亿美元的发射合同，计划执行6次任务，其中 SpaceX 获得2.97亿美元的合作订单，发射3颗卫星，其中2颗就是此前提到的 L87 和 L85。如今，美国五角大楼已经成为 SpaceX 的重要客户。其实马斯克在这个起家的过程中，尤其他的火箭项目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一方面呢，他很大程度上是获益于这个 NASA 跟传统的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之间的博弈。那马斯克呢，他很大程度上也是就是美国的这个军方也好，包括美国的 NASA， 那么用来对抗 ULA 的一种手段。那么因此，我们讲马斯克在之前的整个的这个发射的经历里面，你看他很多承担都是美国这种敏感的军事航天的相关的任务。星链这样的，包括在乌克兰已经被证明了这个意义的这种相关的技术，那么美国方面如果不把它用于军事化的话，这个我觉得倒反而不太符合美国传统的这种特点了。实际上，马斯克以及 SpaceX 的政治立场备受外界关注，他也不止一次陷入地缘争议。此前 ，SpaceX 的星链服务曾深度参与俄乌冲突，确保乌克兰能够拥有足够的通讯网络。但《华盛顿邮报》2023年9月发布文章，揭露一本新的马斯克传记，内容称乌克兰政府曾于2022年9月寻求星链服务支持，帮助他们攻击俄军在克里米亚的舰艇，但遭到马斯克拒绝。直到今年2月，乌克兰军方指控俄军正在使用星链终端设备，但此番爆料被马斯克坚决否认。随着星盾与五角大楼的合作越发紧密，外界对于 SpaceX 能否继续在政治上维持暧昧态度感到担忧。按照部署，星盾计划在近地轨道上部署超过1.5万颗卫星，一旦建成，无异于给全世界装上了联网的监控摄像头。即使包括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以及战斗机起飞等军事行动，都很难逃过美国的监控。一旦星盾顺利建成，能够结合对无人机的隐形控制能力，以及应用星链系统定位、搜寻、发现目标的能力，为 F-35隐形战机和无人机等尖端武器传输打击目标信息。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一些反华议员甚至还在推动让驻台美军使用星盾的离谱行动。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上个月曾致信马斯克，宣称星盾服务当前在台湾及附近地区处于非活跃状态，并警告马斯克，如果不向驻台美军提供星盾，可能会违反其与五角大楼的合同。虽然马斯克立即回应称加拉格尔的指控不实，但并未消除外界对于星盾可能涉足台海问题的疑虑。《华尔街日报》指出，马斯克旗下公司特斯拉22%的营收都来自于中国大陆，对台海问题有着清晰且独立的认知。该报认为，马斯克不会在敏感的政治议题上挑战中国大陆。
但民进党当局显然受到了美反华议员的鼓噪，开始策划打造台版星盾。据悉，在确定无法引入星链后，岛内有电信公司引进了英国和印度合资的一网公司提供的类似星链的服务。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爆料，台当局太空中心正与一些海内外投资者进行初步讨论，从该中心分拆出一家卫星公司的可能性。按照计划，首颗通信卫星将于2026年发射，并在2年内发射第2颗，但外界对此并不看好。美国《纽约时报》就指出，台湾地区的相关产业起步晚，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落后，人才储备尤其欠缺。台湾地区2003年就提出用自研火箭发射卫星的计划，但目前综合性发射场的选址仍未敲定。3月15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指导了朝鲜人民军空降部队训练，还一起参加了平壤一个温室农场的竣工投产仪式。而朝中社在报道中使用了“伟大的向导者们”来称呼金正恩父女2人，这一表述引发了包括韩国在内的国际舆论的热议。据朝中社3月16号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5号携女儿金主爱出席江东综合温室竣工投产仪式。报道称，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大展全国各地兴建现代化温室农场的宏伟蓝图，并把国家重要军事基地都让出来做温室基地，付出了劳苦和心血。据悉，江东综合温室是金正恩在2022年12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所决定的事项。项目位于平壤市近郊，是朝鲜智能化水平最高的集约化温室农场，使用圆筒型蔬菜栽培装置和多层种植法。值得注意的是，江东综合温室的原址是一座军用机场。此外，朝鲜莲浦和咸镜北道中平等地也拆除军用机场，用作大规模温室农场建设。引起韩联社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是，朝中社在报道中写道，伟大的向导者们和党政军领导干部一起参观了江东综合温室，并专门配上金正恩父女与多名军官一同参观的合照。这篇报道的英文和中文版本中也使用了同样的尊称。对此，韩联社的分析指出，在朝鲜官方媒体的表述中，伟大的向导者向来只用于高级领导人，这也是朝鲜官媒首次将这一词语用于对金主爱的描述。而在2022年，金主爱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开始，朝中社先后使用“亲爱的子弟”“宝贵的子弟”等敬语进行描述，每次用语的变化都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伟大的先导制，那当然是指国家领导人，但是，我想也不要联想太多，我想恐怕这个里面，更多的吧还是一个尊称。15号当天，金正恩携金主爱视察并指导了朝鲜人民军空降兵部队训练。朝中社的报道称，金正恩对朝鲜军队的战备状态感到满意，并要求开展针对各种地形、天气、时间和最恶劣条件的训练。金正恩表示，全军的首要任务是做好作战准备，强调士兵要有对抗敌人的坚强意志和作战到底的战争观。一旦战争爆发，必须改写历史，不能失败。外界注意到，在朝中社刊发的照片中，在一众军方高层陪同下，金主爱始终仅站在金正恩旁边，期间还拿起望远镜进行视察。根据朝中社的公开报道，金主爱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2022年11月，陪同金正恩到导弹试射现场观看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试射。此后，他的每次公开活动都十分隆重。根据韩国《朝鲜日报》的梳理，金主爱迄今已经出席了24次公开活动，其中20次与军事有关，4次与经济有关，涵盖近年来朝鲜军民生活的大事件。该报还注意到，金主爱主要的访问地点集中在平壤周边，涉及经济和民生领域的活动也有增多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2月8号，金主爱还陪同金正恩参加朝鲜人民军成立76周年的庆祝宴会，同日还一同访问了朝鲜国防省。朝中社公布的照片显示，金正恩与金主爱手牵手检阅了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和陆海空3军的光荣军旗。最早啊，他刚出来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宴会。那么这些场合，但是我们看现在越来越，军事演习、阅兵式，这个重要的这个战略武器的试射，越来越接近于核心领域。实际上，3月以来，金正恩已4度现场指导朝鲜人民军军事训练。最近一次正是携女金主爱一同视察并指导了朝鲜人民军空降兵部队训练。此前，金正恩曾于本月6号前往朝鲜西部地区的重要作战训练基地参观设施并指导训练。
7号，他指导了朝鲜人民军各大联合部队进行炮击训练。13号，又指导了人民军坦克兵大联合部队对抗训练比赛。期间，金正恩还登上新型主力坦克 M2020，并坐在驾驶席上。有分析指出，朝方系列军事训练意在针对美韩本月4号至14号举行的代号为“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等12个国家参与了今年的联合军演演习。引发外界关注的还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赠送给金正恩的汽车。据朝中社16号报道，金正恩的胞妹、朝鲜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表示，在15号的公开活动中，金正恩首次乘坐了普京赠送的汽车，车辆的特殊功能完美，完全值得信赖。金宇正还表示，这是两国友谊的证明，再次向俄方致以由衷感谢。去年9月，金正恩访问俄罗斯期间，普京曾向他展示俄产奥鲁斯豪华国宾轿车。这款国宾轿车有个响亮的名字——金色俄罗斯。金色俄罗斯是普京于2016年专门要求俄罗斯财政部门批复35亿卢布，约合2.55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款，由俄罗斯汽车制造商奥鲁斯公司打造一批具有防弹功能的国宾礼车，希望通过高端产品树立品牌形象，整体带动俄罗斯汽车工业发展。被誉为俄罗斯之光的奥鲁斯金色俄罗斯豪华国宾轿车于2018年首次亮相，成为普京的总统用车，并以其超过奔驰 S 级防弹车的卓越防护能力和豪华配置而备受瞩目。今年2月，金正恩收到普京赠送的一辆奥鲁斯金色俄罗斯轿车。据悉，这辆车很可能是一辆最高配置的防弹豪华轿车，售价约466万至622万元人民币之间。